公元前238年，22岁的秦王嬴政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。同年，他除掉了吕不韦和嫪毐，真正开始执掌大权，同时也开启了秦灭六国的步伐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六国的第一国——韩国。其实，嬴政第一个想灭的并不是韩国，而是赵国。其中一个原因是和他9岁之前在赵国所受的苦难有关。公元前236年，乘着赵国与燕国大战之际，秦国兵分两路进攻赵国。一路由王翦率领攻占赵国的燕羽和辽阳，另一路由桓乙和杨端和率领攻占邺城和安阳等9座城邑。赵军大败。公元前234年，秦王任命桓乙为将，率军进攻平阳和武城，斩杀赵国大将护哲，斩首10万，大败赵军。公元前233年，桓乙再次率军越过太行山，占领赤利和宜安，进攻赵国的腹地，直逼赵国的都城邯郸。赵王谦急忙命令正在北部防范匈奴的边防名将李牧为主将，率领边防军主力迅速南下，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，共同抗击秦军，由李牧统领。李牧率领赵军到达宜安附近，他分析形势后，采取筑垒固守、伺机反攻的策略，拒不出战，与秦军展开对峙。而秦军是长途奔袭来攻打赵国的，持久战对秦军是不利的。于是桓乙做出战术调整，他率领主力进攻肥下，其目的是诱使赵军走出固垒回援。一旦赵军脱离营垒，秦军就可以在运动中将其歼灭。可作为战国4大名将之一的李牧，如此小儿科的诱敌战术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。他早已洞悉其中的奥秘，并做出对应部署。面对秦军的战术，他依然按兵不动，也不去救援肥下。等到秦军的主力离开，大本营兵力空虚的时候，他立即率领赵军主力进攻秦军的大本营。多日来，赵军一直采取守势，拒不出战。秦军以为赵军绝不会主动出击，也就放松了警惕。等到赵军全军出击的时候，秦军毫无抵抗之力，留守的全部秦军以及大量的粮草辎重都被赵军俘获。而这只是第一步。依据李牧的判断，桓乙在得知秦军大营被偷袭后，肯定会率军回救。于是他安排一部分兵力等候在秦军回救的路上正面阻击，然后将剩余主力兵分两路，埋伏于两边的侧翼。等到双方兵力在正面接触后，他立即指挥埋伏于两翼的主力对秦军发起前行攻击。此一战，秦军大败。而秦军主将桓乙的结局则至今都有争议。在《史记》中关于他的去向并没有明确的记载，《战国策》中则记载他兵败后被李牧所杀。杨宽在《战国史》中则认为桓乙就是樊於期，兵败后他逃往了燕国，后来荆轲刺秦王时，给秦王所带的樊於期的人头事实上是桓乙的。公元前232年，秦国兵分两路进攻赵国，一路从邺城北上，准备渡过漳水向邯郸挺进；另一路从太原出发，直取狼孟，然后东进番吴。由于邯郸的南面有漳水及赵国的长城为依托，秦军难以迅速突破，所以李牧采取的是南守北攻的策略。他将司马尚部署在邯郸以南，据守长城一线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北上，迎击来犯的秦军。两军在番吴附近相遇，李牧发起猛攻，秦军大败。而后李牧又回师邯郸，与司马尚合军一处，继续攻击南路的秦军。南路的秦军在得知北路军已被击退后，士气大落，不战而走。上党等地的秦军也纷纷撤退，秦军彻底失败。由李牧组织的几次阻击战都是赵军胜利，重创秦军。但与此同时，赵军损失也不小，此时能够打败秦军已实属不易了。所以打了胜仗后，也无法组织起对秦军的远程追击和反攻，只能退守邯郸，暂时自保，为赵国赢得了喘息的时间，获得了短暂的稳定。进攻赵国的接连失败，也让秦王意识到攻灭赵国的时机还不够成熟，于是及时调整战略，将目标对准韩国。韩国其实早已意识到会被秦国攻灭，也做过一些挣扎。
上期我们讲到，韩王先是派遣水利专家郑国，以皮秦为目的，给秦国修建了郑国渠，但结果却适得其反，不仅没有拖垮秦国，反而让秦国变得更加强大。公元前233年，韩王又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。韩非子也是荀子的学生，和李斯是师兄弟。在他来秦国之前，秦王嬴政就看过他写的书，非常赞赏他的才华。他到秦国后，给秦王上书存韩，他告诉秦王，韩国已经臣服于秦国，秦国攻打别国，韩国总是追随，因此不应该先攻击韩国，而是应该攻击赵国。李斯深知韩非子的辩才了得，担心秦王嬴政被韩非子所蒙蔽，就上书陈述利害，并诋毁韩非子。秦王便将韩非子治罪，李斯则指使人给韩非子送去毒药，让他自杀。等到秦王后悔治罪韩非子，派人去赦免的时候，韩非子已经死了。公元前231年，韩王为了向秦王表示俯首称臣之心，主动献出了韩国的南阳地区。9月，秦王派遣内史腾去接受韩国献出的土地。内史腾来到南阳后，主动安抚百姓，缓解民众的抵触情绪，将南阳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使其成为进攻韩国的前站。公元前230年，内史腾依照秦王的诏令，率领秦军突然渡过黄河南下，进攻韩国的都城新郑。一到强弩之末的韩国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就被攻克了，韩王安被俘虏。秦军乘胜追击，迅速占领了韩国全境，韩国灭亡。韩国的灭亡为消灭赵国和魏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为统一天下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230年，韩国的灭亡拉开了秦灭六国的步伐。这一年，秦王嬴政30岁。那么，下一个要被灭亡的国家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六国的第二个国家——赵国。其实，在灭亡韩国之前，秦国就多次进攻赵国，可是赵国有名将李牧，秦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收到很大的成效。秦国的主将桓乙被杀，10几万人战死，战国4大名将之一的王翦也2次进攻赵国，都被李牧打退。此时，在所有诸侯国里，还能够单独打败秦国的，也就只有赵国了。可公元前231年，赵国的代地发生了大地震。据史书记载，此次地震从乐许以西、平阴以南，房屋倒塌10之7八，地裂130步，对赵国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，也给赵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而且就在地震发生的第2年，赵国又爆发了大面积的旱灾，地里庄稼颗粒无收，赵国百姓流离失所。接踵而至的天灾对赵国而言是屋漏偏逢连阴雨，而对于秦国无疑是千载难逢的良机。公元前229年，秦王嬴政任命王翦为主将，亲率主力直下井陉。同时，杨端和则率领河内士族共同进攻赵国都城邯郸。赵王任命李牧为大将军，司马尚为副将，倾全国之力抵抗秦军。李牧依旧采取当初对付匈奴的策略，以逸待劳，步步为营，不仓促应战，使得秦军屡遭失败。就这样，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。王翦意识到，只要李牧不除，秦军在短时间内很难取胜。他禀告秦王，应该施行反间计，除掉李牧。于是，秦国派出奸细进入赵国的都城邯郸，用重金收买了赵王谦的近臣，赖德曾经诬陷廉颇，迫使廉颇去往魏国和楚国，并设计让廉颇不被重用的郭开。郭开收了秦国送来的重金，就散布谣言，还在赵王面前诋毁李牧，并造谣说李牧和司马尚勾结秦军，准备背叛赵国。昏聩的赵王谦听信了郭开的谣言，也不加以调查和证实，就立即委派赵聪和严巨去取代李牧和司马尚。李牧接到命令后，气愤异常，为了社稷和军民，他坚决不从。赵王就暗中布置圈套，将李牧逮捕并斩杀，司马尚也被废弃不用。就这样，郭开作为一个赵国人，仅凭一己之力就除掉了战国4大名将中赵国的2大名将。而李牧在赵军中的威望颇高，他被杀害之后，军心顿时溃散。王翦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，
集中所有兵力对赵国发起猛攻，迅速地平定了东阳地区。赵聪战死，严拒逃亡。王翦几乎没有了阻挡的力量，带领秦军高歌猛进，直捣邯郸。赵王谦被俘虏，赵国战败。赵国的储君公子嘉提前带领着宗族子弟数百人逃到代地称王，并派遣使臣前往燕国，寻求燕国的庇护，共同驻守在易水河畔。除此之外，赵国领土都被秦国吞并，将其设置为秦国的邯郸郡。公元前222年，王翦的儿子王贲率领秦军彻底消灭了在燕国盘旋的赵国势力，俘虏了公子嘉。至此，赵国彻底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赵国灭亡之后，秦国的疆土就直接与燕国接壤了。公元前226年冬，王翦率领秦军攻陷了蓟城，燕王喜则率领精兵突围，退守辽东。具体的战争情况，我们后面讲到燕国的时候再细讲。总之，燕国距离灭亡也就一步之遥了。于是秦军调转方向，准备进攻魏国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六国的第3个国家——魏国。秦军攻占了蓟城之后，王翦就将大军驻扎在中山一带，这里向北可攻燕国，向东可攻齐国，向南可攻魏国和楚国。同时，王翦的儿子王贲则率领秦军进攻楚国的北部地区，并迅速地占领了20余座城池，给楚国一定的打击。其目的就是为了攻打魏国的时候，使楚国不敢轻举妄动。那么，攻打魏国又需要用什么样的战术呢？如果单论实力，击败魏国基本是没有悬念的。可魏国要是坚决抵抗，那么秦军也势必会有非常大的伤亡。于是，秦国再次使用此前屡试不爽的离间计。此次离间的对象是魏国的安陵君魏咎。魏咎的封地在安陵，安陵是联系魏国西部与大梁城的纽带。如果能将安陵城纳入秦国版图，那么魏国西部的赵陵、襄城、鲁阳、昆阳等地就都将成为飞地，不受大梁城的管控。这无异于就是折断了魏国的一只臂膀。于是秦国就派出使臣与安陵君商议，秦国愿意用500里的封地来交换安陵城，这个面积相当于安陵城的10倍有余，条件是非常诱人的。可安陵君却丝毫不为所动。见商议不行，秦国就派出5万人的军队抵达安陵城下进行军事施压。安陵君还是毫不妥协，并率领城内的数千魏军修筑工事，决心与安陵城共存亡。秦国见离间不行，那就只能硬打。公元前225年，王贲从燕国和赵国就地抽调10万大军，再加上前期已经抵达安陵城的5万秦军，共计15万人，号称50万，进攻魏国。魏国也知道秦军定会攻打大梁城，提前派出主力大军到北方去防御秦军南下。秦军则兵分2路，一路封锁黄河，阻挡魏军主力南下；一路由王贲率领绕到楚国，包围了魏国的都城大梁。面对秦军的进犯，即位才3年的魏王甲表现出异常坚定的决心，要保卫大梁。大梁城内屯有8万魏军，粮草辎重，足够3年之用，防守还是有很大的胜算。随后，魏军开始深挖壕沟，广修战备，依托城防工事，拼死抵抗。王贲率领的10几万人马进攻大梁城数日不下，进攻受阻。于是他派出军中使臣进入大梁城中进行谈判。可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，秦国使臣竟然被魏军在城楼上当众斩杀，人头挂在旗杆上示众。王贲见魏王软硬不吃，一面向秦王上书要求增兵，一面研究大梁城的地形。大梁城城防坚固，两面环水，一面是黄河，一面是汴河。这2条河流距离大梁城只有10几里，护城河将黄河和汴河通过沟渠联系在一起。经过仔细的研究，他决定要水淹大梁。他命令士兵在大梁城的西北方向挖一道水渠，将黄河水引入大梁城。当时正值春汛时节，秦军冒雨挖渠，王贲亲自督促。不久之后，水库和渠道陆续修成，又储备了10多天的大雨之后，水势越发的浩大。随着王贲的一声令下，决堤通渠，洪水迅速地灌入大梁城中。当年白起水淹楚国燕都的残酷景象，在大梁城再一次重演。
城内外沟渠泛溢，城墙进水3日后，多处颓坏倒塌。王贲顺势引兵入城，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，占领了大梁城。魏王甲在最后时刻迫不得已，只能献出了玉玺和虎符，为国投降。但由于此前秦军的伤亡过大，对于魏国的投降，王贲并不领情。他将魏王甲装上囚车，押往咸阳，交给秦王嬴政处置。关于魏王甲最终的结局是否被秦王所杀，历史上还存有争议。随后，魏国的土地尽归秦国，将其设为秦国的三川郡，魏国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5年的5年时间里，韩赵魏3家已被秦国所灭，燕国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此时还能阻止秦国东扩的，也就只剩下楚国了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6国的第4国楚国。楚国是一个底蕴深厚、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的国家，所以对于攻灭楚国，嬴政还是很谨慎的。他先是询问王翦，要想攻灭楚国需要多少兵力。王翦的回答是非60万不可，这就意味着秦国要用倾国之兵攻打楚国。嬴政有些犹豫，于是他又叫来李信询问。李信回答说只需要20万足矣，这个回答让嬴政很满意。公元前225年，李信和蒙武率领20万秦军进攻楚国，王翦则以年老为由，向秦王申请告老还乡。秦军兵分2路向楚国挺进，一路由李信率领进攻平舆，一路由蒙武率领攻打秦。2路大军连战连捷，进展非常顺利，连下数城。随后，李信在攻破鄢郢之后，与蒙武在城附会师。再看楚国这边，面对亡国之危，楚王立即任命项燕为主将，迎战秦军。而项燕不愧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祖辈，打仗有勇有谋。面对李信一路高歌东进，他却并不着急出击，只是选择尾随李信，追了整整3天3夜，然后趁着李信轻敌，突然发起攻击，秦军大败。此一战，秦军7个都尉战死，伤亡数万秦军。李信则只率领残部逃回了秦国。面对李信的失败，嬴政顿时醒悟，楚国虽弱，毕竟地大物博，不是可以轻易灭亡的，想要灭楚，还是非王翦莫属。于是他亲自前往王翦的老家平阳，请王翦出马。王翦说，大王如果还是让我去灭楚，我的条件就是非60万大军不可。嬴政这次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公元前224年，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次伐楚。秦王亲自到坝上送行，王翦则趁机请求秦王赏赐给他田地和房产。秦王说，将军就要带兵出征，去打仗立功了，还害怕将来得不到财富吗？王翦则回答，我要趁大王还器重我的时候，为子孙们多谋取一些家业。秦王大笑应许，王翦这才率领大军出征。然而刚行至关口，王翦又派人回去，请求秦王赏赐给他田地和家宅，而且这一路之上一连要了5次之多。有人就对王翦说，将军就这样跟秦王无休止的要田产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？毕竟一个胜仗都还没打呢。王翦却说，其实不然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秦王性情多疑，今天我带走的可是秦国的空国之兵啊。我之所以多为子孙要些田产，是表达我只贪财而不贪其他的东西，这样反而会打消秦王对我的猜疑，不会担心我谋反或功高震主，否则即使打了胜仗，也会有杀身之祸。通过这件事，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为什么战国4大名将中只有王翦得到了善终。再看楚国这边，依然还是由项燕统领，他计划在平舆与秦军展开决战，然而王翦却选择避开楚军的锋芒，坚壁自守，伺机而动的战略，不给他决战的机会。就这样，项燕率领大军空耗1年，击退不了秦军，最后只能选择东撤。然而就在楚军忙着撤退的时候，王翦一声令下，派出精兵进行追击，在齐南大败楚军。项燕收拾残兵，率领剩余的10余万人退守陈城，企图与昌平军兵合一处，迎接秦军的追击。而王翦却又不按常理出牌，他并不去追击项燕，而是突然挥师南下，
渡过淮河，直取楚国的都城寿春。此时寿春的兵力空虚，只有2-3万人，根本无法阻挡数十万秦军的攻城。最后楚王傅除被秦军俘虏，王翦立即向楚国各地发布告示，宣布楚王被俘，楚国已经灭亡。于是淮北的各个郡县果真都望风溃败，不加抵抗。昌平君与项燕则鞭长莫及，也无可奈何，只能领兵退回到江东的吴越旧地，拥立昌平君为楚王。王翦也并不乘胜追击昌平君，因为楚国国都虽然沦陷，但昌平君和项燕还是有着相当的实力。寿春城破的时候，楚国的水师并未投降秦军，而是顺江东下，与项燕会师了。这样项燕手中就仍然有20万人马，其中包含数万人的水师，实力仍不可小觑。他们以长江下游的广陵为据点，恭候秦军的到来。王翦则派出一支秦军南下，到长江中游征集大船，准备水陆并进，然后再派出一支偏师，打着楚王傅除的旗号，深入到楚国南部的湖湘一带，传习南方各郡，宣布秦王威德以及楚王傅除被俘的事实。南方各郡见此情景，纷纷投诚，王翦再无后顾之忧。几个月后，天气转冷，王翦已经征集到了足够的船只，带着楚王傅除水陆并进，攻击楚军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广陵城下，秦军四面列营，军声震天，楚军都知道了楚王已经被俘虏，难免士气低迷。王翦则指挥秦军发起猛攻，不久之后，广陵城被攻破，昌平君被流失所中，不治身亡，项燕则引剑自刎而死，楚军伤亡巨大。而王翦的60万大军只折损10余万。随后，楚王傅除被贬为庶民，没多久就郁郁而终，楚国宣布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228年，秦军攻占邯郸，俘虏了赵王谦。公子嘉则率领赵国宗族数百人逃亡代地，赵国灭亡。之后，秦国就直接与燕国接壤了。秦军兵临易水河畔，直逼燕国的都城蓟城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6国的第5国燕国。面对秦军的威胁，燕国大臣提议，应该联合齐、楚、魏3国合纵抗秦。太子丹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，而且时间上也来不及。于是他决定采取一个更为快捷的方式，就是派遣刺客直接刺杀秦王。这样秦国必将大乱，燕国可趁机联合其他国家一致抗秦，并给各国以喘息的机会。他通过田光的引荐，结识了著名的侠士荆轲。荆轲是姜姓，姓氏，魏国人，喜好读书和击剑。他游历到燕国后，整天喝酒唱歌，并结交了一名以屠狗为生的人，名叫高渐离。高渐离擅长击筑，从此他2人就经常在一起喝酒，喝到尽兴的时候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唱歌，情到深处时，2人相对而泣，完全不在乎身边人的反应。太子丹找到荆轲，并向他说明来意，希望荆轲能帮助自己去刺杀秦王。刚开始，荆轲委婉地拒绝了太子丹。太子丹见荆轲相貌不凡，武艺出众，就以上宾之礼对待荆轲。他给荆轲安排了雕梁画栋的房舍，每天提供锦衣玉食和珍馐美味，并且还将自己的车马仪仗也交给荆轲使用。有一次，太子丹陪荆轲到野外游玩打猎，在回来的途中，荆轲在无意间闲聊时说，他听老人们说，千里马的马肝味道鲜美，比龙肝凤胆也毫不逊色。等回到住所，太子丹就将自己的千里马杀掉，亲自端来一盘马肝让荆轲享用。还有一次，太子丹宴请荆轲，并安排了一个美人弹琴助兴。荆轲望着美人鲜嫩白皙的手，连连称赞道，好手，好手。没想到太子丹竟把美人的手砍断，盛在盘子里赠给荆轲。自此，荆轲十分感动，答应去刺杀秦王。当王翦的大军到达燕国南部边界的时候，太子丹十分恐惧，便催促荆轲早点动身。荆轲说，就算我现在去往秦国，也未必能够接近秦王。现在秦王正以重金悬赏打了败仗逃到燕国的秦国将领樊於期，如果能将樊於期的头颅以及燕国督亢的地图献给秦王，秦王必定会见我，我才能有机会刺杀。
太子丹说：“樊将军是来投奔我的，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私心而杀他呢？还是再考虑一下别的办法吧。”荆轲知道太子不忍心杀樊无机，他就私下里会见了樊无机，希望他能献出自己的头颅，用来刺杀秦王，以报答太子丹。樊无机听完后便拔剑自刎，荆轲将樊无机的头颅装进木盒。太子丹将一把用毒药煮炼过、由赵国铸剑名家徐夫人所铸的匕首交给荆轲，又安排一名勇士作为荆轲的副手，名叫秦舞阳。公元前227年，荆轲作为使者，携带加有匕首的燕国督亢地图和装有败将樊无机首级的木盒，去朝见秦王嬴政。临行前，太子丹和门客们身穿白衣白帽，到易水河畔送别荆轲。高渐离在河边击筑，荆轲则边走边唱：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汤壶学兮入乔宫，仰天呼气兮成白虹。声音如此悲切，在场的人听后无不伤感垂泪。随后，荆轲拉着秦舞阳一起跳上车，义无反顾地前往秦国的都城咸阳。到了咸阳后，荆轲给秦王的宠臣蒙嘉送了厚礼。蒙嘉给秦王进言说，燕王被大王的威严震慑，愿意举国为秦国的内臣，特意派遣荆轲给秦国送上樊无机的首级和燕国的督亢地图。秦王听后非常高兴，安排了重大的礼节，并在咸阳的宫殿中接见燕国使者荆轲。荆轲捧着装有樊无机头颅的盒子，秦舞阳端着装有地图的木匣，二人一步一步走上秦国朝堂的台阶。秦舞阳见到秦国朝堂威严的阵势，不由得浑身发抖，脸色苍白。荆轲只得对秦王说，秦舞阳乃北方蛮夷粗野之人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场面，未免有些害怕，请大王谅解。嬴政也不计较，让秦舞阳把地图给荆轲，由荆轲一个人拿上去。荆轲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，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。秦王打开木匣，果然是樊无机的头颅。荆轲又拿出地图，慢慢打开，直到图穷匕现，他右手迅速拿起匕首，左手抓住嬴政的袖子。秦王大惊，赶紧起身挣脱荆轲，袖子被扯断，他想拔出佩剑，但剑太长，一时间拔不出来。荆轲已经扑向秦王，秦王只能绕着柱子逃避。一时间，大臣们都没反应过来，有一个侍医叫夏无且，急中生智，拿起手里的药袋子，对准荆轲扔了过去。这时，一边的大臣也对秦王喊道：“王复剑，王复剑！”提醒嬴政将剑鞘背到背上，剑就能拔出来了。秦王抓住刚才夏无且制造的机会，连忙将剑背负于背上，拔出长剑，斩断了荆轲的左骨。荆轲因伤栽倒在地，然后勉强坐起，将匕首投向秦王，没有击中。侍从的武士们赶上殿来，结果了荆轲的性命。秦舞阳也被武士砍杀于朝堂的台阶下，这场刺杀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过去了。事后，秦王大怒，他命令王翦立即攻打燕国。太子丹率兵抵抗，无奈并非秦军的对手。公元前226年，秦军攻破燕国的都城蓟，燕王喜和太子丹率众逃往辽东。秦王命李信率军追击，捉拿太子丹。此时，燕王喜听从了公子嘉的计策，杀死自己的儿子太子丹，并将太子丹的人头献给秦国求和，这才暂缓了燕国的危局。之后，秦军便暂时放弃攻打辽东，转而向南攻打魏国和楚国。魏国和楚国相继被灭亡。公元前222年，嬴政命令王贲率军攻打辽东。秦军先是攻入代地，公子嘉被俘虏后自杀，赵国的最后一股力量被消灭。随后，秦军攻入辽东，燕王喜被俘虏，燕国灭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截止到公元前221年，山东6国里已经有5个国家都被秦所灭，只剩下一个齐国还在苟延残喘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6国的最后一国——齐国。齐国的君主是齐王建，归姓田氏。他刚继位时，由他的母亲摄政。他母亲去世后，便任命自己的舅舅后胜
担任相国。然而，齐王建本人昏庸无能，后胜又是一个贪财无厌之徒。秦国多年来就一直用重金贿赂后胜，后胜也就终日地规劝齐王建臣服于秦国，导致齐国朝野上下毫无斗志。所有齐国的宾客来到秦国，秦国都会给予大量的金钱和物品，所以这些宾客回国后就都充当秦国的间谍，说着符合秦国利益的辩诈之词。秦国在攻灭其他5国的时候，齐王建听信后胜的建议，不但不去救援5国，而且秦国每灭一国，齐国都会派遣使者入秦，对秦王表示祝贺。直到秦国攻灭了5国，只剩下齐国一家的时候，齐王建才感觉到了秦国的威胁。他慌忙调动20万主力进驻高唐，抵御秦军，并断绝了与秦国的一切往来。高唐是齐国的5都之一，是当初齐国防御赵国的重要战略要地，城防相当完备。附近还有另一个5都之一的平陆，两地之间可以相互驰援，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的城防布局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，命令蒙恬和任嚣起兵30万攻打齐国。蒙恬进驻高唐对岸的灵丘，这里渡河器具和粮草物资都很充沛，而且是进攻齐国的最短路线。然而从春天一直打到盛夏，秦军数次渡河均告失败，与齐军对峙3个多月，毫无进展。此时王贲刚刚平定了辽东的燕地和代郡的赵地残余势力，留有数万兵马驻守北方，他自己则回到了咸阳待命。为了帮助蒙恬打开缺口，秦王令王贲再次赶赴燕赵就地，统领5万人马南下，渡过黄河，威胁齐国的都城临淄。王贲得令后，立即抵达燕赵就地，召集人马，统兵南下，长驱直入，渡过济水，兵临临淄城下。临淄是战国时期的超级大城，有人口50万，守军近10万。因为常年很少发生战争，临淄得到了几十年的大发展，粮草堆积如山，车马塞于通衢，弦管响入云霄，繁华更胜于昔日。而王贲进攻临淄的军队还不及5万，要想攻破临淄城，基本是不可能的。此时齐王建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兵分2路抵御秦军，短期内是完全可以坚守的；第二，可以从高唐调来一支军队，和临淄的守军会合，利用绝对的人数优势，先将王贲的军队歼灭，到时候蒙恬军也必然不战而退。然而齐王建却选择了第3种，原因是秦王嬴政见久攻不下，就派遣宾客陈池进入临淄城去诱骗齐王建。他对齐王许诺，只要肯投降秦国，秦国便赐给他500里的封地，让他安度晚年。后胜也积极地劝说齐王建不要再徒劳抵抗秦军了，还是带着军队投降秦国吧。于是齐王建听从了他们的建议，开城投降。随后王贲就杀了后胜，并将齐王建囚禁起来，等待秦王发落。嬴政则将齐王建安置在边远的贡地，居住在一处荒僻的松树和柏树之间，也不给他提供食物。最终齐王建活活地被饿死在这片树林之中，齐国灭亡。秦国在此设置了齐郡和琅琊郡，嬴政统一了全国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从远古时期一直到秦灭6国，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都属于百越之地，这里所居住的原住民部落被先秦的中原人称之为越人，因为越与越通用，所以也被称为越人。因为其支系部落众多，所以统称为百越。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南征百越。百越部落大体可分为瓯越、闽越、南越、西瓯、洛越等几个部分。其中瓯越部落居住在今天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，以温州一带为中心。闽越部落的势力范围以今天福建的福州为中心。南越部落则分布于今天广东的南部、北部和西部地区。西瓯部落分布于今天的广西一带。洛越部落分布于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。百越部落所居住的地区气候温和，雨水充沛，物产丰富，幅员辽阔，但由于被山川五岭所阻隔，远离中原。秦灭6国之后，秦王嬴政就把百越之地作为统一的目标。公元前219年，秦王任命屠睢为主将，
赵佗为副将，率军50万征讨百越。针对百越地区各部落居住分散的特点，秦军采取多路分兵进军，遇有大敌再合兵攻击的战略方针。于是秦军兵分5路进攻百越。第一路从今天的江西向东进发，攻取瓯越和闽越。第二路从今天的南昌出发，越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。第三路从今天的长沙出发，越过祁田岭直抵番禺。第四路从蒙主岭进入今天的贺县。第五路越过越城岭进入今天的桂林。其中第一路秦军进展非常顺利，在当年就攻下并平定了瓯越和闽越地区，并在此设置了闽中郡。而其他4路秦军则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。尽管百越地区的土著人数少，武器落后，但抵抗意志却非常高，致使战争非常的激烈。到公元前218年，秦军进攻缓慢且死伤巨大，主将屠睢变得情绪暴躁，开始滥杀无辜，更加导致当地人的极大愤慨和奋起反抗。秦军进攻百越的4路大军共有40万人，虽然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，但是战争的过程却令秦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尽管在战前，秦军就考虑到了粮道的问题，也意识到南方的炎热气候对于北方秦军会不适应，但秦军到了岭南后才发现，战场环境的恶劣以及百越军的顽强还是超乎想象。据史书记载，以西瓯部落为主力的百越军抵抗异常顽强。欧洛军在首领义豫宋的率领下，与秦军进行了凶悍惨烈的激战，致使秦军节节受挫，损兵折将。义豫宋战死后，他们马上又选出新的首领桀郡，随后全线退入山地丛林，与秦军继续作战。欧洛军甚至不惜隐匿深山，与野兽为伍，也不投降秦军，并且还不断地对秦军进行偷袭，切断秦军粮道。秦军的主将屠睢向秦王汇报，秦军粮道被切断，粮草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于是秦王下令征调大量民工开凿灵渠，这样就可以使长江上的船只从湘江进入灵渠，再入漓江，然后从桂江南下，可以从西江东行抵达番禺，或者从浔江西行而抵固山和临汾，使水道纵横的岭南无所不通，确保了秦军的粮草运输。这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，同时也加强了岭南与内地的联系，打破了岭南与岭北的闭塞局面，为今后促进岭南的开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公元前218年，欧洛军在新首领桀郡的率领下，对秦军发起反攻，秦军大败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秦兵俘尸流血达数十万。秦军主将屠睢也在今天广西中部一带，在一次西欧军的夜袭中战死。此时40万的秦军伤亡已经接近30万，剩余的10多万秦军全部退守到广西东部边界。欧洛军的伤亡也同样十分惨重，也没有力量继续发动进攻，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，而这一对峙就是3-4年。公元前214年，灵渠粮道已全面开通，后勤补给有了保障。秦王再次召集10万兵力与百越剩余的秦军会合，任命任嚣为主将，赵佗为副将，再次进军百越。这次进攻，秦王征集曾经逃亡在外的犯人、入赘到戚家的男子以及商人，随军出征。秦军每占领一个地区，便将部分移民留驻于此，这不仅使秦军有了较为稳定的后方，同时也使秦军在伤亡后有人力得以补充。而且大批的商人在岭南经营，也为军队的粮饷补给创造了条件。在此条件下，秦军凭借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，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征伐。大军所到之处，兵锋凌厉，势如破竹，迅速地击溃了西欧部落的反抗力量，占领了今天广西等地的西欧部落。随后任嚣和赵佗又挥戈南下，乘胜追击，一举击溃了洛越部落，占领了今天越南中部和北部的洛越地区。至此，秦王朝从公元前219年发动的南征百越战争，终于在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百越部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。秦军占领岭南后，在此设立了桂林郡、象郡和南海郡，并在此建立郡县制，有组织地从中原大量地向岭南移民。至此，
百越之地第一次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，使其正式成为了汉民族大家庭的一员。南征百越也是秦始皇统一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